大家好，我是 A 夫。今天两场，一场我压的死准，另一场把我脸打得啪啪响。明天更狠，葡萄牙打西班牙，伊比利亚德比 ，C 罗、亚马尔全在场上。先说我最得意那场，墨西哥打英格兰。我昨天封面上就撂了一句话：海拔2200米能不能掀翻英格兰？结果这场踢的正是我要的剧本。英格兰纸面强一档，凯恩、贝林厄姆、萨卡，一水的巨星，可球一到阿兹台克那2200米的高原上，他就没法像打瑞典那样痛快了。墨西哥仗着主场加高原，不但没被压着打，反倒敢跟英格兰对攻，你来我往进了俩球，一路把比分咬到最后一刻。英格兰是靠着底子厚，靠着球星那几下个人能力，才3-2险险过关。你注意啊，这可不是什么大比分屠杀，是被拖进一场5个球的混战，赢得提心吊胆。我压的英格兰90分钟小胜，方向压对了，可我更看重的是那个我反复念叨的海拔大均衡器实打实应验了，他没让强队舒服1秒钟，硬把这场拖成了苦战。从封面到预测到复盘，一条线焊死，这场爽。可另一场巴西打挪威，我就得老老实实认栽了。我压的巴西过，结果挪威2-1，把5星巴西直接淘汰了。方向我压错了，没啥好狡辩的。可你要是翻回我昨天那条原话是这么说的，你只要让哈兰德在禁区里逮着一次机会，这黑马就有掀桌的本钱。结果哈兰德真就逮着那么1-2下机会，该进的都进了，把巴西给掀了。巴西这队你也知道，一直起伏，状态好能碾压，状态一飘就被人抓，所以这场特别拧巴，该压谁我压错了。可挪威凭什么赢？靠谁赢的？我赛前一个字没说错，方向输了，机理说中了，这滋味挺复杂，但错就是错，我得认。好，明天两场重头戏是葡萄牙打西班牙。伊比利亚半岛这俩邻居，正儿八经的德比，也是明天全世界都盯着的一场。这场我最想聊。先说西班牙，他是这届我心里的夺冠头号大热，那套传控你是知道的。亚马尔那小子年纪轻轻，边路一过一个准。佩德里在中场就是个节拍器，球在他们脚下能一直转，转到把你的耐心和体能全耗光。庄家也不含糊，直接把西班牙摆前头给到5成。可我为啥不完全跟庄家走？因为这是德比，德比这东西能把纸面撕掉一半。葡萄牙手里的牌一点不软，毕费的调度，莱昂的突破，还有 C 罗，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。41岁的人拼的就是一口荣誉气，更别说那个冈萨洛·拉莫斯，上一轮刚绝杀克罗地亚，正在枪口上，邻居打邻居，谁也不服谁。历史上这俩碰面向来焦灼，压根儿没有绝对赢家，所以我逆着庄家给葡萄牙多留了空间。西班牙压到4-5，葡萄牙给到2-7。这场我最大的判断就一句，他极大概率90分钟分不出胜负，或进加时甚至点球。两支半斤8两的队，一场谁都输不起的德比，谁敢先松手？对了，有人可能要问天气，这场在达拉斯外头热指数45度能把人烤化，但是 AT&T 那球场有顶，开着空调，场内凉快，所以这一场天气不是变量，别指望老天爷帮谁，就是纯拼脚下功夫。另一场美国打比利时，东道主的重头戏，美国人自己家门口的世界杯，这场我得先认个错，也谢谢粉丝。我上个视频的模型判断，美国的巴洛贡上一轮吃了红牌，这场要停赛，锋线少个终结点，所以把美国压得比较低。结果评论区好几个老铁提醒我，巴洛贡那张红牌被菲菲撤了，这场能上。我一查，真的，停赛改成了1年查看期，巴洛贡回归首发。为了弥补这个缺陷，我马上重做一遍。这一下判断就得翻过来了，美国的锋线火力补齐了，普利西奇在中间组织，巴洛贡在前面终结，威压边路冲，主场这套进攻一下就齐整了。所以我把美国的赢面往上调，现在给美国4成，比利时3-2。你注意啊，巴洛贡这一回来，大家就是回来。美国这场反倒反超了纸面更强的比利时，比利时当然不好惹，德布劳内那脚传球和远射一下就能撕开你。但这场我占东道主，主场加上火力归位，美国有戏。西雅图那天22度，凉快不下雨，天气不是变量，就纯拼硬实力了。行，今天就这些，明天重点看那场德比，西班牙的传控能不能在90分钟内搞定不服输的葡萄牙。明天回来对账。源码前2天开了 GitHub 链接在简介也在置顶评论里，想自己拉下去跑的或者跑不明白的，评论区喊我一声，手把手的教程我也在弄了，觉得这事儿有点意思的顺手定一下。明天见。